好了，收拾完了，离开这个公主湖啊。今天就是主要跟大家聊聊德芙被车撞死的事情啊。今天聊完了这个事情就翻篇了。虽然说有90%的人表示理解，我自己捡来的小狗狗养了17天，本来是想着把它养活的，它被车撞死了，最伤心的人是我。但是还是有1成的人意见还是很大哦。有的人觉得一只狗死了而已，我居然为狗哭；有的人又觉得我居然只为狗哭了一会儿，看起来还不够伤心的样子，看来我根本就不是真的爱狗。我承认啊，跟萨宝比，跟德芙的感情确实要浅一点点，因为他只在我身边待了17天，而萨宝已经跟我在一起已经陪伴了半年多了。说实话的，如果说这次不是德芙，而是萨宝被别人超速的情况下，会车没有减速，然后撞死的话，我绝对不会轻易的这么算了的。就算狗狗不能活过来了，我也会要肇事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赔偿狗狗的价值，赔偿狗狗从小到大所有的支出费用，赔偿我的物产损失费和精神损失费，然后将所有的费用全部捐出去，让狗狗来人世间一场，至少证明它是有价值的。有些恨狗党一直拼命的把屎盆子往狗狗身上扣啊，说你不是在做饭吗？你凭什么说别人超速了？凭什么说别人没有减速？凭什么说是撞死的不是压死的？我告诉你们凭什么？凭肇事者自己承认的，人家没有推卸责任，所以我觉得人家人品素质都不错。我也没跟他有任何的计较，他赶时间开快车也是他自己跟我说的啊。如果这方面有异议，我可以去到前面的县城去把他找到，然后呢，让他自己亲口说，然后在那儿诬陷狗狗的人自己下跪给狗狗谢罪，行不行？还有的人说你们就没有路权，你们就不应该上马路，狗狗就不应该过马路。我想说，除了从小拴到大的那种狗啊，拴到老拴到死的看门狗以外，有几只狗狗没有过马路，因为过马路被撞死的何止是无数条狗，还有多少条人命呢？而大多数悲剧的发生都是因为汽车会车不减速，过村庄不减速，到了路口不减速，限速的地方也不减速造成的。明明考驾照的时候就有写关于哪些环境哪些情况下都必须要减速的，但是只要一出事，开车的从来都不认为是自己有问题，总觉得别人不该上马路，别人不该随便过马路，他觉得马路上除了开车的，其他的全部都是路障。你们知道马路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吗？你们知道以前修出来是给什么使用的吗？才开上车几年就觉得马路都是修给机动车用的了。为什么交规主要是给机动车制定的？因为在马路上最危险的就是机动车，不是人不是动物。还本末倒置说我们没有路权，说我们在路上就是影响了开车的人的安全。国家有保护机动车的安全呢，高速啊，高速路就是专门为机动车设计的呀，你可以天天在高速上跑啊。那个除了机动车以外，其他的所有东西确实没有路权，这样你们天天在高速上跑的话，我们也安全，对不对？你们也安全，多好。还有的人就是比较纠结，说哎呀，你们养的猫啊狗啊过马路啊什么的，如果我避让我出事了，你们是不是要负全责？我想说，谁要你避让了？上马路的动物不需要你避让，他们跟人过马路一样，如果说是你正常时速正常限速，他们常走的路，他们自己有视觉感觉有听觉感觉，知道什么速度会到跟前儿，就像我们人一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过马路被撞死呢？因为他经常过的时候感觉到那条路上的车都是什么时速，然而某天过的时候就有个别的车它不是按所有车的速度来的，它没有减速，没有按限速来，然后悲剧就一下子发生了。我想说，就是只要在所有的道路上按规定的限速，按规定的该会车该减速，到了什么路段该减速就减速的情况下啊，不会有那么多事故发生的。包括小动物，如果说是2只狗它自己在路上玩自己大意了，你该撞你就撞死好了。这个就跟人一样，如果说过马路还在那玩手机的话，那司机按正常的速度了，是不是？那撞死了肯定也不是司机的问题了。而那天萨宝跟德芙也不是在路面上玩，他们是从对面要过马路回来。
如果那个司机在1-2公里外那个减速标识内，你就开始减速了，对不对？然后到快要靠近我们的时候，要会车再减速的话，就不可能说是到了我跟前的时候，就是完全停不住车、刹不住车的状态了。有没有想过，如果司机当时撞到的不是德福，而是旁边站在正中间那个摩托车的话，那事情又会是怎样？会不会司机最少赔个倾家荡产，最多可能牢底都要蹲到蹭亮？我说德福的死也有停在旁边一直在搭讪的那个摩托车的责任，居然有人说我最不该怪的就是摩托车。哎呦，别人还提醒我狗死了。要是那个10几秒他不要尬在那儿，发现我做饭很忙没有时间跟他聊天马上走，而不是还继续在那儿尬着看我做饭，哪怕提前走3-5秒，2只狗狗就不会拼命的往回冲。狗狗不顾一切的往回冲，就是因为一个陌生人靠近我们床车不走。倒是好，等狗撞死了，他提醒我一句，你的狗被车撞死了。然后我们去看狗，他就一踩油门走了。所以我才说，就像死神来了的剧本，他早走3-5秒，狗就不会有事儿。偏偏狗撞死了，他马上走。继续有人骂我说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错，你就没有错。对，你什么都没错。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没错？我上一个视频都说过了，这个里面因素有我还有萨宝都有，我也很自责。但是我自责的并不是说我没有给他们拴狗绳，你知道吧？而是说我这么久我都没有发现，原来2只狗在一起玩的时候，他们在打闹的情况下是完全会忽略安全因素的。对，就是教的东西完全会忘掉的。之前边防站的那个灵缇就是追上萨宝，追着他玩的时候，老是把萨宝追到路中间去2个人就是你追我赶的。当时的话，因为我是推车，所以说一直看着他们，一直呵斥他们，所以我就没有当回事儿。我完全没有想到狗狗是直的思维，对，完全他们做不到一心二用，甚至一心多用，跟人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只会一心一用，就是玩的时候就完全只会玩，其他的东西想不到。因为养萨宝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养狗，所以说后面德福来的话，他还小的时候2个人也没有玩打闹，所以我是一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威胁跟安全因素。包括上次见识了那个灵缇跟萨宝那种状况，我都还没有意识到，所以我非常后悔，我非常自责这一点。养2只狗的话，在公路边生活就必须要拴住1只，防止它们无意的打闹上了公路或者过公路之类的。对于很多友友说我在公路边生活，应该把狗从头到尾都要拴着养，我知道是好意就是规避风险。就让大家总是说希望你能够规避风险，即使你没有错，或者说你照顾他们很好的情况下，你也做不到防范于所有外来因素的威胁，就是别人的失误、别人的违规所造成的伤害。我想说这个确实是防不了就是从来不抽烟的人也会得肺癌，从来不喝酒的人也会得肝癌，这是一个道理。养了一辈子生的人也会短命，对吧？然后一辈子这不吃那不吃的人，他也会胃癌呀什么的。全国很多家庭都是住在公路或者是大河边生活，但是没有人因为要长时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而去把自己家的动物也好小孩也好全部都拴起来，而是会在他很小的时候每天就给他灌输这个地方很危险不要过去玩，不要靠近之类的等他长大一点，要么就是教他去游泳，教他看路看左右的灯车什么的时不时的就会在他耳边强调这些安全意识风险之类的不可能一辈子拴起来，万一哪一天不准备拴他的时候，结果发现他老大不小，居然不会过马路，自己跑去玩了，上了马路，结果一下子还是被撞死了。所以既然我们一直要在公路边生活，公路上行走，教他生存法则，教他安全意识，比天天拴着他更有意义。萨宝的运动量每天都要在下面自己跑个10公里8公里的才满足不然的话抱他上车他都死活不上。如果我骑车的情况下把他拴在车上，让他强行跟着跑的话，如果他的小短腿跑不赢的时候，或者说突然累了，我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
跟不上的时候，是不是在地上拖拽？如果说他是被路上的什么吸引了，突然晃神了，结果停下来了，被我的车子卷到轮胎底下去了。如果是被我的车子绞死、卷死，或者在地上拖死的，会不会比现在因为他们大意在路上被车撞死了，骂我的人更多？那可能是不是90%的人能理解我，而是90%的人都要把我骂到生不如死为止啊！因为我是骑车，不是徒步，就连徒步的我也没看过几个人会把狗狗拴着走的，骑车的更加从来没见过把狗狗拴着骑的啊！这个风险比狗狗自己跑还危险啊！被绞死的几率比被车撞死的要大得多。我明白大家是希望说让我多规避掉路上的一些风险，但是我说实话的，长途骑行它本来就是一个具有风险冒险性的一个旅行方式，不可能规避掉所有的风险，除非它就是不要出门，那就没有风险。毕竟在路上要跟天气，要跟大自然，要跟野生动物，要跟川流不息的大货车，要跟非常烂的路，要跟那种8、9级、10来级的大狂风，要跟极寒、暴雪、冰雹、烂路各种去做斗争，怎么可能没有风险呢？我路上翻过车一次，但是其实我有好几次差点就掉下悬崖了，也有好几次就差点被大货车挂到了、甩到了，也有好几次下大坡的时候，那个烂路车子直接甩尾，差点甩到马路下面去了，翻车了。有人说这么危险，为什么要选择这样旅行呢？赶紧回家吧。我想说，没有这样一场旅行，我的胆子怎么会变得越来越大？我怎么会越来越勇敢？我的毅力怎么会越来越顽强？我自己怎么会越来越把生死看淡，物质看淡？我怎么能够做到像现在一样，对不对？没有外貌焦虑，没有情绪特别焦躁，整个人就是从精神到肉体没有任何束缚了。就是这样子的旅行，让你慢慢的去经历、去遇见，然后去放下。我可以说，只有像这样子对全身心都有磨练的历练的这样子的旅行，才能称之为修行之旅，才能完全改变一个人，让一个人有重生的感觉。最后回答一下大部分网友所说的，就是为什么老是要在路边做饭、路边生活呢？因为我的车几百斤，因为我的车是人力的车，所以一般的路口下不去啊，那些烂路口，那些汽车压出来的路口，我下不去。然后呢，在这种200来公里无人区的这种情况下，没有村子、没有镇子的情况下它是没有小路的。所以说，大部分可能我走一天都不会有一个适合能扎营、能把车放下去的地方，所以大部分在路上，比如说要充电、要吃饭了，对不对？一天可能有2、3回，都不可能说能找到合适的路口的，最终也只能是路边把床车给挪到最里面去，这样子不占道的情况下，我的车总共也才100公分，就是100厘米就是那个路边。那压一半之后，能露在路面的其实也就30-50厘米不影响所有车辆通行的。所以说，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什么太多安全隐患的。但是呢，狗狗们只有1条的情况下从来不上马路的，只是2条狗的时候，它们真的偶尔会控制不住的自己跑过去、穿过去之类的。所以说，以后我是坚持只养1条狗了，对，不能养2条风险性太高了。所以希望大家理解并不是说我喜欢老是停在路边去补电去做饭而是说我有好的路口，有大一点的路口的时候，我肯定会选择那个更好的选择，对不对？但是大部分时间其实路只能选择路边，并没有过多的选项希望大家理解。好了，我现在就是已经赶了2天2夜的路，2天2夜，对，就是把平时最少要3天才能走完的路2天，夜里面一直在拉车，人力推车然后终于搞到了这个霍尔乡，主要是物资要完了，所以说心里比较急抓紧的到了。明天就在这边休息，然后看看买东西，拿快递，然后到马旁雍措玩一玩
好了，今天视频说的虽然有点多啊，但是也是解答很多友友的疑惑啊，很多就是那10%的网友的意见啊。虽然说按那种比例的话，评论区只有10%对我意见特别大的，但是这一类的人群他们有这种思想的话，这一类的人群占比可能是14亿人里面有1亿多人都是这种观念这种想法，所以我尽可能的话我就会把这些讲清楚捋清楚。我不喜欢那些人就是当他思想有误区还要天天去怼别人，天天去骂别人这样子啊，我也觉得就是不舒服，我也觉得别人也不会舒服，所以有时候就是话多了一点，希望喜欢我的友友能理解，不喜欢我的友友希望也能理解啊，以后也不要再讨厌我了，讲明白了。好的，今天确实话多了啊，拜拜。